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啊，你覺得 Wildfire 比較高級，還是 Alphard 比較高級？你覺得 2.4L Turbo 比較高級，還是 2.5L Hybrid 比較高級？那這個問題其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因為日本人看待 Alphard Wildfire 跟馬來西亞人看待 Alphard Wildfire 這個認知上是有不同的，然後他們的產品策略上也是有不同。像我們都知道，在一開始的時候呢，在日本市场 2.4L Turbo 只有給這個 Wildfire， 然後在馬來西亞的話呢 2.4L Turbo 只放在 Alphard 上面。所以在我身旁這一台呢，就是 Toyota Malaysia 最新引進的 Toyota Wildfire HEV， 從549,900塊起。然後之前呢一個 Wildfire 2.5L 呢是448,000，所以這個 HEV 的比 2.5 NA 的貴了超過100,000，然後它也比 2.4 Turbo 的 Alphard 貴549,900塊 CBU from Japan。Made in Japan， 所以這個設備規格是最 top 最 full spec， full 到不能夠再full的 full spec 好啦。所以等一下我會在試駕的時候跟大家分享我對於它的試駕心得，還有乘坐體驗，到底 Hybrid 是不是比 Turbo 好，到底 Turbo 是不是比 Hybrid 好等等。那当然影片開始之前我想要講在2026、2027年市場上有非常多的豪華 MPV 我們知道有 Denza D9、極氪009、小鵬 X9， 還有 GWM Way G9 等等。然後在這些強敵的這個威脅下呢，是不是很多人不要買 Alphard， 是不是很多人不要買 Wildfire 了？事實上可能不是這樣子，也是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所以影片開始之前，我是戴主義，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頻道。Let's go。那馬來西亞版本的 Wildfire HEV 不是 E4 4-wheel drive 的電子4輪傳動系統，所以同樣是 front wheel drive 前輪驅動。但注意這個 Wildfire 是 HEV， 它不是 BHEV。所以 BHEV 是 8.1 kWh 可以純電行駛80公里，但 HEV 只有 1.3 到 1.5 kWh， 但是 BHEV 的油箱只有47個 liter，HEV 60 liter，ICE 75 liter。所以 2.5 HEV 主打 17.5 km per liter， 所以 17.5 乘60 liter 呢，理論上可以行駛1050公里。比 2.5L NA 的提升了37%。那 Toyota Malaysia 為這個 Wildfire HEV 提供了8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Hybrid Warranty， 加多4500塊可以延長到10年。所以它最大的賣點呢，就是提供10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Battery Warranty， 嚴格來講是 Hybrid Warranty， 包括 ECU 那一些。然後 UNW Toyota 在全 Malaysia 有54間 3S 跟45間 4S Center。那另外 Platinum Wiper 跟 Precious Metal 這兩個特別的顏色需要給多1000塊。那基礎版 Wildfire 標配2張 Captain Seat， 他們叫 Executive Power Seat。那這個是 Executive Lounge VIP Seat， 升級成尺寸更大更寬的尊榮總裁座椅。它配有這個扶手的智能觸控面板，裡邊有電動按摩椅的功能，還有這個隱藏的折疊小桌板，還有專屬的閱讀燈等等。那 Executive Lounge 的第3排主要進出方式呢，就是將第2排的座椅移件往前，而且它是純電動的。那雖然它是 Executive Lounge 但是它的第3排同樣是針對3人座格局來設計的。那 AH40 的特點就是它可以大幅度的前後滑動，然後椅背可以完全放平。那受限於很多國家的法規規定當車子滿載7個人的時候，中間的乘客也必須要有一個獨立的頭枕。然後如果第3排只有1位乘客，你還可以將多餘的那個椅子往上翻折掛起來，可以放更多的 luggage。那為了解決開車門必須要退後一步的這個問題AH40 將尾門的按鈕改到車身的兩側後方，所以使用者站在車身的側邊就能夠去打開它，所以不需要再退後閃躲整個動作是更加的自然。
那在第三排椅背直立的情況下 ，AH40 的行李箱空間深度跟容積都非常有限。如果把50-50分離的第三排座椅向左右兩側翻折掛起，然後再配合 AH40 新增的座椅滑動功能，往前推一點點，就可以大幅度的去擴充後方的儲物空間，可以放比較大件的 luggage 這樣子啦。那再來這個 Vellfire SEV 的地板底下有一個 16580D17 的應急用備胎。那這個 spare tire 呢，在日本市場是需要選配的，那個選配價大概是馬幣650塊。那另外呢，你注意看這邊提供了 AC 200V 1500W 的 3-pin plug， 非常的實用，因為 1500W 已經適合吹風機、熱水壺和電磁爐等等。那另外第二排中間同樣有這個 1500W 的 3-pin plug。那如果是日本版就沒有這個東西，那因為在日本一般上汽油版是100W而已，從 SEV 到 PHEV 才有1500W的這個插座。那中控台的部分呢，同樣是這個14寸的熒幕，支援 Apple CarPlay， 但裡面同樣不內建Netflix、YouTube 好像可以 download 很多 app 這樣子的，它的功能比較有限。然後兩款 Vellfire 都標配了15個 speakers 的JBL 音響系統。那再來這個 2.5 SEV 的 Toyota Vellfire 標配了 Acoustic Glass 雙層玻璃，前排的2片玻璃跟後座的2片車窗玻璃都是 Acoustic Glass 這個雙層玻璃。那其實你的網絡也需要一個雙層玻璃，有沒有試過在 cafe 或機場第一時間去 connect 免費的 public Wi-Fi？ 你以為撿到便宜其實你根本是在把密碼跟銀行戶口和上網記錄直接送給別人看，因為這些 Wi-Fi 大部分都完全沒有加密。那更慘的是很多 app 還會偷偷 track 你的 record， 連你訂機票訂酒店都會看你的 IP address 悄悄起價。這也是我為什麼出門一定會打開 Surfshark， 它不只是普通的 VPN， 而是包含了 antivirus、殺毒和 clean web 廣告攔截的全套安全防護，隱藏你的 IP address， 讓 hacker 跟廣告商抓不到你。那更划算的是Surfshark 一個賬號直接承包你全家人的 device， 不限制數量， app 按一下就搞定。想要上網更安全，順便反刷隱藏優惠，點擊資訊欄的 link 或者輸入 promo code MyCarPlus， 直接送你4個月的免費試用期。重點是有30天的退款保證，不好用隨時退，零風險，馬上就去 try。那個 link 就在 description 的第一行。Let's go。那馬來西亞版本的 Toyota Vellfire SEV 標配了 Universal Side Step， 然後 AH40 新增了這個扶手，這是非常貼心的一個設計。所以你上車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子踩，抓着這個東西，這樣子坐上來。所以關門的話，司機只需要透過這個門板上面的按鈕就能夠讓你把門關上，然後你也可以透過上面這個 button。OK， 它還有這個 roof shade， 看到嗎？它有專屬於自己的 roof shade， 然後左邊，右邊的，所以這個也是標配的東西。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side shade 它是電動的，純電動的，所以這個版本已經是最頂的頂配了，包括前面有一個 screen。那這個 Vellfire SEV 車頂配置了14寸的這個後座顯示屏呢，但裡面的功能就比較有限。那對比中國純電 MPV， 他們是直接內建了 YouTube、Netflix 等串流平台，所以這個 Alpha Vellfire 的熒幕它的定位更接近一個單純的終端顯示屏。當然了，這個天空面板呢，它還有冷氣出風口，所以它是直接順下來到吹到你的頭部的，所以這邊有冷氣出風口吧，這個是最直接的，第三排也是有，所以我們現在就叫司機開車，我們來上路感受一下這個 Toyota Vellfire SEV。So， OK， 非常安靜，非常安靜，純電動模式。之前這個Toyota Malaysia 銷售的 Vellfire 是沒有 Executive Lounge 的，所以中間是有一個走道，小條可以讓人走去第三排。那現在 2.5
5 SEV 的 Wildfire 就是採用了 Executive Lounge， 就跟 2.4 Turbo 的 Toyota Alphard 一樣。顧名思義 Executive Lounge 它就是一個椅子更加寬，這種 Ottoman seat 這樣子的感覺，包覆感更強更好。那當然我自己最喜歡的整個 AH40 系列，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這個叫 Sunset Brown 的 Nappa Leather 高級皮革。我看過黑色純黑的皮革，我也看過這個 beige 那個 2.4 Alphard 標配的那個 beige， 還有這個 Sunset Brown。那 Sunset Brown 這個顏色真的是一流。OK， 所以它的顏色不會太昂個，有些 brown 就是 brown 到很刻意，哇，我就是 brown 懂嗎？顏色比較深，然後 quality 非常的好。真正好的Nappa Leather所謂的真皮你摸起來它不會涼嗲嗲這樣子，懂嗎？所以它整個是很透氣、很涼爽。Of course， 講到透氣涼爽，現在這個它有發熱椅、通風椅都是標配了的，滿的設備。那我們在小路開車走停，像我前面講的，它雖然我們講 ride quality 它遠不如那一些純電動的 MPV， 我們 Denza 啦、Zeekr 啦、小鵬來講，但是它有一個東西是贏過他們的，就是雖然它已經加入了 hybrid system， 但車重也只是2.1噸，2100多公斤，然後那一些 EV 呢的 MPV 呢，電池很大，所以基本上隨便就是 2.5 噸、2.6噸、2.7噸、2.8噸 ，OK。所以我知道電動馬達很厲害後馬達、4馬、雙馬達等等，但畢竟 physics 我們講這個是物理來的，所以你沒有辦法去 fight physics 的。物理就是你車子就是這麼重，你這麼重的車在走10到20 km/h 的時候，你就是會有那一種吞吐的感覺。那这個東西 Alphard就沒有不存在這個問題啦，只是說你過路墩的時候，過這種石頭路，你會 feel 到這個底盤之薄弱很 rough 很粗糙的感覺，尤其你速度再更快一點，它會鏗鏗這樣子那個聲音。Of course， 我覺得 SEV 通常在 Toyota 或者 Lexus 家族 Hybrid 的版本呢，它的隔音都會比 Non-Hybrid 的好的，因為有電池，它做了更多的 insulation， 更多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它的整個乘坐感是好過 2.4 Liter Turbo 的 Toyota Alphard 啦。再加上我們講一 brown 遮三醜有這個 Sunset Brown 就贏了，他已經說服我了，懂嗎？它可以 EV mode， 它可以 EV drive， 然後它有這麼美的一個座椅，這麼舒服的 Nappa Leather 皮革，然後採光量非常的好。Alright， 所以我現在就帶大家一起來體驗這個最新的 Toyota Wildfire SEV。然後它也是 UMW Toyota Malaysia 旗下最貴的 AH40 means AH40 Wildfire and Alphard 啦。然後這個車子其實我剛才一上車開了不久之後，我就 feel 到哇，它的整個我們講日常啦 City Drive 城市行駛呢，它的完整度是遠高於 2.4 Liter Turbo 的。那首先，因為我剛才在等紅綠燈等了1-2分鐘 ，engine 沒有 kick in， 我可以用純電模式坐在車廂裡面，它的靜謐性更高，靜謐性更加的優秀。然後像低速行駛的時候，它幾乎都是以純電來行駛，也是 EV mode， 它是一個可以純電動行駛的 Toyota Wildfire。那因為這個 Turbo 跟 Hybrid 的定位上有不同因為大部分的馬來西亞人比較排斥 Hybrid， 但事實上在日本Toyota Alphard 是 2.5 Liter NA 或 2.5 Liter Hybrid， 然後只有這個 Wildfire 提供 2.4 Liter Turbo。那日本人對於 Alphard Wildfire 哪一個比較高級，跟馬來西亞人對於 Alphard Wildfire 哪一個比較高級，這個認知上是有不同的。因為就日本市場而言呢， Wildfire 就是一個更加 sporty 的 Alphard， 它的價位、它的規格、設備等等都是稍微高於 Alphard 的。可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印尼等其他國家來講，
大家對於 Alpha 的認知度比較高，所以 Alpha 就自然成為了大家心目中比較高級的那一個。那高級我們所謂的 Premium 跟 Sporty 它還是有一個區分的，他們為 Wildfire 限定專屬的這個 Performance Brace， 就是它的車頭這邊你會發現到在轉向的時候，車子更加好操控，它更加易於掌控，比較精準，更加的 precise。那這個 Performance Brace， 不管你買到任何 Powertrain 的這個 Toyota Alphard 都沒有這個東西，所以它是一個專屬於 Wildfire 的東西。那 of course 我們上到高速公路，你真的要一腳地板油門踩下去的話，它有那個瞬間來的扭力，然後當你鬆開油門踏板的時候，它馬上就會將多餘的這個能量儲存進去它的電池裡面，屬於純電模式，儲存的存啊。所以這個 Powertrain 啊，它可以讓你在1500到2000 RPM 游刃有餘，它非常的安靜，非常的好拿捏。我覺得它的整個完整度更好啦。就我based on我開過 2.5 NA、2.5 Hybrid 跟 2.4 Turbo 的 AH4D 啊，我覺得這個 Powertrain 的確是最高級的。In terms of 它的這個怎麼講 ？In terms of 它的精密性，因為你都知道啦。你買一個車子，你買一個 Alphard Wildfire 也有 Executive Lounge 的，你要載人，你要載客人，你要載商務人士等等，你沒有必要像你知道嗎？像年輕人開車這樣哇，拿來拉，拿來甩尾，拿來燒口呢什麼？不是這樣子來用的嘛 ？OK， 它的用途不是這樣子。因為它沒有什麼 Air Suspension 啦、CCD 電池減震啦、AVS 懸掛系統等等啊，所以它的這個你知道嗎？我們講 ride quality 啊，肯定是不能夠跟我過去試駕的什麼 Denza D9 啦、極氪009啦、小鵬 X9 啦這些都在馬幣可能30萬左右的這個預算的這些對手們，純電的對手們，當然還有 PHEV 的對手，像是 GWM 的 Wave G9 1.5L Turbo， PHEV 40多 kWh 的電，哇，可油可電，還有 Launch Control 等等。車身的底盤的剛性強度等等啊，它肯定是不夠他們來比的，肯定是不夠的。但這不是大部分人會買 Alphard Wildfire 會考慮的東西。那你知道 AH4D 系列的 Alphard Wildfire 有多好賣嗎？多誇張嗎？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JBJ 的 registration 這個數據啊，包括這個 JBJ 的 registration 數據裡面包括了 official import 跟 parallel import。But it doesn't matter。那重點就是消費者很多人買這種 AH4D 系列的，只要你有30萬到50萬馬幣的預算不管這個它裡面是黑色的，不管它是現在我還看到有 fabric 的。那 of course 你問我個人的話啦，就外觀造型上，我會比較 prefer Wildfire 的這個 design， 它就是橫條式的 chrome 這樣子，比較簡單，比較利落。那這個 Alpha 的話，它就是幾粒這樣子，然後它的車燈跟它的那個 front grille 傻分不清楚啦 ，OK， 就更加的立體，更加的尊貴，更加的尊榮。然後 Wildfire 就很明顯更加的 sporty， 更加的運動化，更加的年輕。它有 EV mode 的 button 啦，但我覺得 Toyota Hybrid 的 EV mode button 有時候有點多餘啦，因為你一大腳就 kick 進了，所以你要 EV mode 來做麼？你看它又回電了。你看，慢慢開 ，OK， 你慢慢開，你停下來等人什麼的時候 ，engine 不用一直的在 running，OK， 你 2.5 NA 跟 2.4 Turbo 做不到，所以我說 2.5L HEV version 的 Alphard 或者 Wildfire， 它讓車主多了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做更多事情。那我給你 4.0L V8 Twin Turbo， 你還是做不到 Hybrid 做的事情，就是安靜。不浪費，踩 brake 的時候它會存電，鬆開油門踏板的時候，它會利用輪子滾動的扭力幫電池回電，幫電池充電，然後這個電量可以讓你吹 aircon engine 不啟動這樣子，所以整個起承轉合整個 ecosystem 是做得更加的好。那如果我現在有30萬到50萬馬幣的預算，我要選擇 AH4D 的 Alphard 或者 Wildfire， 我肯定會選擇 Hybrid 的，我不會選擇 Turbo 的，因為你在 Highway 上面能夠用到的極速有多少次 ，right？ 你更多時候你是在城市走停、等紅綠燈，那
HEV 是等紅綠燈的神器來的，完全就是專為等紅綠燈起步加速而設計的。因為它重量不輕，你知道嗎？2100多公斤，所以你必須要有這個瞬間扭力去 push 這個車子。你看。OK，so 我是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度萬卡。